Hello，欢迎大家去收看今天的这一个视频。这一个视频呢，有关是女性健康的吃法话。那么呢，我们女性呢的健康，往往与我们的女性荷尔蒙分泌是有大大的关系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造就我女性一生的这一个荷尔蒙。以上的这个图表呢，是来自2019年出版的《精油大全》的这本书。那么，如果各位宝宝们手上有这本书的话，你们可以去参考书中所写的一些知识。那么这一个图表呢，其实我们会看到有2个激素。那么在我们女性开始发育的时候呢，这2个性荷尔蒙就开始正式的分泌了。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大概就是一个28天为月经的周期。那么在月经期过后呢，我们的雌激素就是女性荷尔蒙，就会从月经期慢慢的开始上升。那么在这一个阶段呢，我们的心情啊，我们的皮肤啊，都富有光泽，就是变得比较有女人魅力啦。那么这个是因为有雌激素的影响。那么呢，在雌激素开始分泌的时候呢，我们称为这一个期段叫做卵泡期，就是我们的卵子开始发育，开始成长。那么呢，在成长到一定的阶段呢，其实就是大概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它就会我们的卵巢就会把成熟的卵子排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称为排卵期。那么这个排卵期，如果有在备孕的妈妈们呢，相信如果你们有计算所谓的安全日子，那么排卵期的这一个阶段呢，其实就是比较容易受孕了哦。那么在排卵期出来了过后呢，我们会进入下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会比较长，就大概有一个14天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一个期间呢，我们叫黄体期。那么这个时候你们会看到我们的女性荷尔蒙雌激素 after 排卵期过后呢，就会慢慢的下降。那么另外一个的女性荷尔蒙，我们的孕激素就会开始上升。那么在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受孕，OK， 比较容易怀上宝宝的一整个阶段。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OK， 你会看到我们的情绪会不由自主的比较容易会有情绪上的波动。那么皮肤上呢，可能也会比较容易会生痘痘啊，所以我们讲说可能有一些是生理期的痘痘。那么这一些其实都是因为荷尔蒙激素的上升所影响的。那么在这里呢，如果我们没有受孕成功，你会看到孕激素它会慢慢开始下降。那么呢，我们的子宫就会开始收缩，我们的子宫壁就会开始脱落。那么这一些脱落出来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月经啦。那么就是正式进入月经期了。所以呢，其实这一整个阶段呢，是很好的让我们去理解我们经期28天内我们的女性的身体有什么变化。理解生理周期的特征呢，我们才可以很好的去调理我们的身心灵。那么因为呢，这2者的激素与我们女性的身心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先带大家了解一下何谓雌激素、孕激素。那么雌激素呢，其实它是造就我们女性所有特征的一个激素，就是包括我们的乳房发育、我们的皮肤柔软度、细腻度，这些都是雌激素所贡献给我们的。那么孕激素呢，其实就是在怀孕的时候或者是备孕的时候，它才会开始比较活跃的。OK， 那么
但是呢，在孕激素的作用下呢，这个时期的女性呢是特别容易会有闷闷不乐的感觉，或者是身体也会比较浮肿。所以呢，我们讲的经前综合症 ，OK， 就是指在这一个时期，黄体期这个时期会产生各种的不适。OK， 所以呢，这里也是见证了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自己生理周期的重要性。可以利用可调节内分泌的精油去度过经前综合症前种种的那一些不适感。那么其实女性荷尔蒙的原理呢很简单，女性的一生可以分成3个阶段，然后我们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定量的女性荷尔蒙的变化。那么呢，第一阶段其实就是我们的青春期，就是我们开始发育啦，我们开始的胸膛开始变得比较柔软，开始与男性有了区别，开始一些肿胀的这一个感觉慢慢的发生了。那么从青春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生育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也是让我们女性有了必备的这一个生育能力。那么这一个期间呢，大约一直开始从发育开始，直到我们30岁末或者是40岁初。那么这一个阶段呢，每个月的月经期或者怀孕期都少不了我们的雌激素与黄体素。那么从生育期，就是说我们40岁过后，慢慢呢，我们就会步入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更年期。那么可能很多女性听到更年期就是闻风色变，其实不用害怕，这个只是我们女性一生中的一个阶段而已。那么在这一个阶段中呢，大概有一个10年的以上时间，就是说从我们40岁开始，或者是40岁过后开始的这未来的10年，我们的女性荷尔蒙会开始的逐渐减少，我们的雌激素会随着卵巢减缓分泌而波动，经期也会开始变得不稳定。那么这里所讲的经期变得不稳定呢，可能就是慢慢的经期开始规律了，或者是我们的月经量在我们的就是30岁20多岁的那一个阶段相比呢，也开始慢慢的减少了我们的一个经血量，又或者我们的经期的这一个时长会慢慢的缩短，这个就是种种的现象，就是更年期的一些征兆。但是呢，其实不需要去害怕，这个是一个人生的必经之路的。只要我们理解我们的生理期，理解我们身体的一些征兆，那么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很好的去改善一些不适感，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舒舒服服的。那么呢，当我们理解了我们女性的3个必经过的阶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当我们发现我们的更年期，或者是伪更年期，或者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名字叫做早更，就是早晨的早，更年期的更，早更。如果当我们发现有种种以上的这一些现象的时候，到底哪一方面出了问题呢？那么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讲的荷尔蒙失调，其实是与我们情绪触发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荷尔蒙失调大多数会导致情绪不稳和心情波动，其实它们是双方的。荷尔蒙的失调会导致到我们的情绪比较容易有波动，简称来讲就是比较容易情绪化。那么如果当我们情绪心情一直压抑一直不好的时候呢，其实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荷尔蒙系统的，所以这两者是双方的，双方共济也可以双方变得很好。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讲
这些都不是要在这一个视频中去探讨的一个重点，而是我们会更关切的是，我们会假装我们自己一切都很正常。OK， 有症状的时候呢，不去找出那一些原因，而是拼命的硬撑，或者是自己上网去找一些资讯，或者是疾病乱投医，反而不知不觉的去伤害了我们自己。而且我们常常会说服我们自己这些疼痛其实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在面对医疗人员，或者是面对一些咨询，我们都避而不谈。其实往往这一些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够挖掘的真相和情绪的触发因素，因为只有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的。所有的你们所寻找的这种辅助治疗 whatever， 你们就是用芳香疗法的配方、熏香、按摩身体，其实这一切都是辅助治疗。那么所有的辅助治疗都是需要找出症状的，那么才可以对症下药。所以呢，我可以建议大家学习每一天写日记， OK， 去理清整个月的情绪的大事记，大约只需要维持3个月我们就可以找出我们的这一个情绪的爆发点和引起情绪上变化的一些症状，然后把反复发生的这一些症状呢，跟特定的这一些时间去做一个连接。那么想想发生这些事情或者这个情绪的引爆的背后的这一个触发点，这个是有助于我们去清楚我们现在自己还需要些什么帮助，去改善这一个荷尔蒙失调或者是我们情绪不稳定的这一些症状。那么再来呢，可能我们会去寻找一些避孕药或者是荷尔蒙的补充疗法，但是长期如果不恰当的去使用人造荷尔蒙，会慢慢的伤害我们自己的生殖系统和身体，而不是在解决我们荷尔蒙失调的这一个本因。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呢，一旦我们的这一个生殖系统混乱，它不是只是单纯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雌性荷尔蒙或者是孕激素的这些混乱，导致到我们的更年期。因为荷尔蒙跟我们的人类的神经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所以一旦我们的荷尔蒙混乱，OK， 长期的一个荷尔蒙失调，其实它也是在伤害着我们的神经系统。所以这里需要大家去留意一下的，因为荷尔蒙失调不是我们所认为只是更年期的一个征兆，而是需要去找出一个因素的一个本因。那么呢，在这个过渡期，就是在我们去调整回荷尔蒙的这个过渡期所引发的这个症状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利用精油来缓解的。那么精油它是如何去维持我们女性荷尔蒙的平衡呢？或者是说精油如何去维持我们荷尔蒙系统、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个平衡？那么在这里大家一定要先明白一件事，就是精油它不是万能的。OK， 精油它无法阻止我们体内荷尔蒙随着年龄的减少，就是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呢，荷尔蒙的减少或者是我们讲荷尔蒙的衰退是很正常的，毕竟这是无法避免的人生的生理经历。大家需要知道的是，荷尔蒙它不是任何的这一些荷尔蒙补充的那一些药物，或者是精油它有含任何的这些激素，它是不含的，这里要分清楚所以精油它是不可能去取代，就是替代我们人体的激素的，但是它的芳香分子，就是我们所嗅到精油的种种的气味，在芳香疗法我们称呼这一些为芳香分子。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荷尔蒙失调的几率，就大大的去减少荷尔蒙失调的发生。因为呢，这一个芳香分子它是可以很快速的去渗透进我们的体内，那么呢，从中它可以去改善或者是去激励我们的大脑系统。那么荷尔蒙就是由我们大脑去控制的，所以从中精油分子呢，这个精油芳香分子呢，它是好像中间人这样子去帮助我们调理这一些荷尔蒙失调的因素。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情绪不稳定的原因，又或者是说什么东西会导致到情绪更加容易不稳定呢？那么其实总结一个简单化来讲呢，分成3大类。我们的荷尔蒙失调，或者是我们睡眠品质，或者我们长期处于在慢性压力中，这些都是双方的，就是它的箭头是指向双方的。往往这一些，就例如我们 PPT 里面看到的荷尔蒙失调、睡眠的品质、处于在慢性压力的这一些生活环境的状况下，它都是会导致到情绪的不稳定。那么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往往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或者是增加我们的压力。所以这个是双方去影响的。所以想要去改善某一些症状，例如可能想要放松、减低压力，或者是改善睡眠这一类型的问题呢，其实我们不能只是单单的去看表面，因为维持神经传导物质和荷尔蒙的健康平衡，等于维持我们的情绪和心情的平衡。那么呢，改善的方案呢，其实它可以配合我们的芳香养护一起协力的去看到更大的这一个进步。那么呢，我们可以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饮食，我们所萃取的营养，我们的这一些运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运动量，它其实都是很好的去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的压力，促进我们健康睡眠的品质。从而我们也是要很注意的一点，就是尽量的去减少接触毒物。这里所谓的毒物呢，不是叫你去说吸毒这一方面的东西。OK， 毒物这一个东西，它处于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一个周围的环境中，我们往往是会忽略的。例如我们的食物的品质，我们的饮水的这一个水源的品质，包括我们家居里面用的芳香剂，包括一些清洁用品，这些其实都包含了大量的环境毒素。所以呢，这一个呢是需要我们很用心的去学习，去慢慢减少。关于环境毒素这一个课题呢，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会专做一个档案去跟大家了解什么是环境毒素。那么另外呢，在配搭芳香养护呢，其实它可以很好的去促进，因为它是一个辅助的疗法，它可以从旁去协助平衡我们的情绪与我们的心情，包括其他的身体系统，让我们在进行调理的时候呢，可以做到事半功倍的这一个效果。所以呢，当我们想要找寻哪一个方案更适合我们自己，或者是给顾客的，那么个案的咨询就是很重要了，它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或者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建议者，我们应该给对方些什么建议之前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历史经历，就是他曾经有过怎样的经历，或者是他的生活模式，因为在这里我们才可以找到他的因素，从而对症下药。如何去询问这一个个案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由不同的这一个基因组成的。OK， 他的人生经历
他的个性、他的生活模式、心情也跟这一些因素以及社会的因子、环境的因子及生理构造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没有一体适用的方法，没有一个方案适合大众的，每一个它都是独立体。所以我们给出的这一个改善方案呢，应该是配合每一个个案它的需求，从而定制的。要提供一个护理方案的甲方，你就需要很注重在 consultation 的这一个部分，因为在我们给予或者是选择护理方式前，一定要经过仔细的观察与询问个案，因为只有在理解透彻，方能寻找出亚健康的源头，才能选择出最适合个案的护理方式。所以呢，千万不要认为在做咨询的时候只是照惯例的只是去询问一下他的饮食、他的日常作息，而是我们要从他种种的这种迹象那边作为一个参考，才让我们之后给予方案的时候呢，不会与他的制造因素的那一个本因距离太远。所以在我们给予护理方案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一直围绕着我们女性荷尔蒙症状的一些名词和它的一些凸显的一些征兆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所讲的经前症候群。什么是经前症候群呢？只要我们在月经来潮之前，我们的生理与心理上的任何征兆都可以视为是经前症候群的典型症状。从我们所讲的比较容易发脾气啊，比较多愁善感啊，突然会觉得那一阶段的自己突然觉得很容易 emo， OK， 或者是到全面性爆发的忧郁、恐慌、暴怒等等，都属于是经前症候群的这一个典型的症状。所以广众的女性千万不要觉得这一类型的发作怪罪于我们的这一个经前症候群，或者是产生一些罪恶感，因为这个时候呢，不是在怪罪谁或者是怪罪自己，而是更应该要尽快的让身体恢复平衡，不然的话长期处于在这种的情绪暴躁点或者是情绪失衡点，就会慢慢的形成我们所谓的慢性压力。这个时候呢，如果到了微更年期，我们没有任何的采取行动，会导致到我们在那个阶段会更难熬。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我们讲的经前不悦症。什么是经前不悦症呢？就是在经期来的前期，很容易让我们女性陷入极度焦虑或者是紧张的情绪当中。往往呢，这个阶段呢，很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不妨尝试去改变一下我们生活的习惯，例如尽量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去看一些我们讲的喜剧，或者是去看一些视频，尽量的去缓解自己的紧绷或者是焦虑的心情。这些呢，往往其实是有在不知不觉中去改善我们的这些不适症状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微更年期，就是还没有进入更年期的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过渡期。那么这个过渡期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一个微更年期。那么女性身体逐渐进入更年期的前几年，可能这个微更年期发生几率在40岁前后。OK， 此时我们的卵巢功能开始是逐渐下降的，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一个生理的现象。所以呢，女性的月经期间呢，会在这一个微更年期逐渐变得不规律，就像我之前所讲的，可能你的经期会缩短，或者是你的月经的这一个周期会延长，或者是缩短，都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月经是尚未完全停止的，只是 on off 呢是有点不规律了。那么可能还会经历一些征兆，可能就是我们所讲的热潮红。什么是热潮红呢？就是突然变得很怕热，突然很容易流汗，而且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情绪是特别容易波动的，可能还会伴随着头疼或者是失眠，一些睡眠上的质量的改变。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到我们一直耿耿于怀的更年期。其实更年期不需要说有多么的担心害怕，因为呢，这一个是每个女性都会面临的一个人生的阶梯。那么女性彻底停止月经的时候呢，这一个情况大概是在45岁到55岁之间。但是这个年龄范也有可能因为个体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什么叫个体的差异呢？这个就有包括到这一个女性她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她的遗传的体质，又或者是她有没有患上某一些妇科病，导致到更年期的这个症状提早，都有可能的。所以在咨询个案的时候呢，我们要问的比较详细。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卵巢基本上是停止产生卵子，女性不再排卵，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前面所认识到的雌激素与孕激素呢，基本上这两个女性荷尔蒙激素呢也会停止了，所以月经也停止了。女性在更年期的这个期间呢，可能会经历热潮红，就是刚刚我所讲的特别容易怕热，夜间出汗、心率减退、阴道干燥等等的这些症状，或者是皮肤瘙痒，可能也会觉得皮肤突然变得很容易松弛，或者暗淡无光，或者是特别容易干燥，这一些都是更年期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其实呢，当面临种种的这一些情况来的时候呢，我们保持平常心，我们反而是可以当做它是一个女性的蜕变的一个阶段，它是让我们更好的去迎接我们女性的这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到了这一个岁数的女性们呢，基本上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一定的人生经验，所以呢，这个时候不妨把我们的脚步放慢，从而让我们以前因为繁忙的工作啊、家庭啊，或者是一些事业啊，导致不能好好的回观自己。这个阶段其实就是让我们女性更加去需要回观自己，让我们去呵护我们自己。其实更年期一点都不可怕，它只是我们女性蜕变成黄金时期的一个过程而已。那么接下来呢，就还有一个叫做绝经期。基本上呢，在这个阶段呢，女性的卵巢是已经完全停止产生卵子了，月经也停止了。那么在这里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女性在绝经期，就是更年期过后，可能很容易患上骨质疏松，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的健康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一个现象呢？因为在绝经期的时候，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是大幅下降的。雌激素在女性身体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包括维持骨密度和保护心血管的健康。所以随着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或者是减少，女性在绝经期可能会经历到这种骨质疏松或者是心血管等等的这一些疾病问题。骨质疏松是指着我们的骨骼组织变得脆弱和易碎，可能很容易导致骨折。所以这个往往也是我们所讲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可能少许的碰撞都会导致到骨骼破裂的这一些问题，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生的生理的改变。雌激素呢是对骨骼有保护作用的，所以呢它能够抑制骨骼疏松的发生。因此在女性绝经期的雌激素水平下降，骨骼组织失去保护，就很容易导致到有骨骼疏松症。
那么心血管疾病是指影响心脏和血管的疾病，包括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是高血压等等的问题。因为雌激素也是有助于保护心血管的健康，能够降低胆固醇和血压，并改善血管的功能。随着雌激素的减少，女性在绝经期也是很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这一类的问题。因此女性在绝经过后呢，反而要更加注意保持我们的骨密度和心血管的健康，可以通过饮食、运动或者是一些保健品方式来进行预防和治疗。所以我说更年期过后，反而是我们女性更应该回观回自己的一个人生的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女性反而应该要更了解自己，而不是害怕自己，害怕变得不再像是一个正常的女性。这种的概念其实是错误的，大大的错误的。你还是你，只是呢，你变成了另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在这里呢，是我带大家去了解何谓一些女性的荷尔蒙的这一些改变所产生的一些专业名词。在这里呢，我们更加的去了解到我们女性会有一些怎样的阶段，从而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饮食的改变，或者是学习的方向。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让我们很好的去学习如何去更加呵护我们自己。那么这一个关于女性健康私房话的视频就到这里为止啦，我们下期再会。